屏幕前的你，等 BTO 等了几年？是不是觉得只要外籍劳工够多，房子就能按时交钥匙？别再以为新加坡的祖屋还是靠孟加拉克工一砖一瓦垒起来的了。2026年，当第一台 3D 混凝土打印机在祖屋工地正式开机的那一刻，新加坡其实是在向全世界发出一个极其明确的信号：我们正在强行切断对低端外劳的致命依赖，节省50%的人力，缩短一半的工期。这听起来像是科技公司的 PPT 宣讲，但在新加坡，这根本不是什么为了炫技的表面文章，这是一场在劳动力断层危机全面爆发之前，国家级的断臂求生。当别的国家还在把 3D 打印建筑当成博览会上的噱头时，新加坡已经准备把它变成你未来几十年的家。这背后到底藏着怎样惊人的隐形账单？又会怎么影响我们每个人的钱包和资产？今天我们就来硬核拆解新加坡基建大洗牌背后的真正阳谋。算过一个客工每月的隐性成本吗？猜猜看，外劳税也就是 levy 占了多少？很多人觉得雇客工便宜，只要给点基本工资就行了，大错特错。今天咱们来算清这笔糊涂账。在新加坡雇佣一个建筑工人，他的账单是立体的，每个月高昂的外劳税，越来越严格的客工宿舍安置费，强制性的医疗保险，再加个随时可能爆发的疫情停工风险，这叫基建的隐形账单。建设局也就是 BCA 的内部数据显示，过去10年，建筑业每万元产值的劳动力成本暴涨了近40%。尤其是经历过疫情期间客工宿舍感染群导致的全岛大停工后，政府彻底看清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过度依赖廉价人工，其实是系统里最大的定时炸弹。到了2026年，新加坡面临的根本不是没钱建祖屋的问题，而是根本没人建的绝境。第一代建筑工人正在老去，而本地的年轻人，哪怕去送 Grab、跑外卖，也绝对不愿意下工地去绑钢筋。面对这种人口结构性的死局，3D 打印成了唯一的解药。它不仅能直接砍掉50%的人力需求，让原本需要几十个人的作业面缩减到只需要2-3名技术员。更恐怖的是，它对材料的极致压榨。传统的混凝土浇筑需要大量的木模板和脚手架，现场通常会产生10%到15%的材料损耗和建筑垃圾。而 3D 打印是通过算法控制的精准挤出，要多少料就吐多少料，直接把废料率清零。这不仅仅是省了几吨水泥的钱，更是省下了巨额的垃圾处理费和运输费。所以，不要觉得政府推行 3D 打印是在秀科技肌肉，在劳动力断层和成本失控的悬崖边上，这是确保建屋局能够兑现5年社区建设承诺，保住你按时拿到 BTO 钥匙的最后底线。你觉得机器建房能让房价腰斩吗？准备申购 BTO 的年轻新人最爱问这个问题。既然自动化了，成本降了，祖屋是不是要大降价了？我今天直接给你泼盆冷水，绝对不会。你要明白，新加坡房价的底层逻辑永远是地价和地段，而不是那几块砖头的钱。但是 3D 打印能为买房者做到一件极度硬核的事，那就是锁死建筑溢价。当全球的建材供应链都在通胀，当周边国家的人工成本都在疯涨的时候，新加坡如果不干预，这些溢价最终都会转嫁到房价和等待时间上。而现在，新加坡靠这套自动化技术，把造价死死压在了一个可控的基准线内，硬生生把你在疫情期间绝望的5年 BTO 等候期，重新压缩回了3年。这就是技术对冲通胀的威力。这时候，本地的建筑老炮们可能要慌了，以为自己的饭碗被机器人抢了。其实恰恰相反，政府早就配套了巨额的技能升级补贴，逼着你去学 BIM， 也就是建筑信息模型操作。这不是让你的职业消失，这是强行把你从烈日下大汗淋漓的搬砖工，拔高成坐在空调房里操控全局的机械臂指挥官。这是国家在倒逼产业升级。更绝的是，这项技术不仅造福新人，也惠及老一代。想想看，我们现在的 HAP 也就是家居改进计划，一旦开始翻新，整栋楼电钻轰鸣，粉尘飞扬，邻居之间苦不堪言。但在未来，老旧祖屋搞黑皮翻新，直接引入小型静音 3D 打印机械臂，
在工厂预制好模块，或者在现场进行无噪音、无粉尘的精准修补，几天就能搞定，完全不打扰邻居的正常生活。从新房建设到老屋翻新，3D 打印不仅锁死了成本，更锁死了生活质量，这才是科技普惠最恐怖的场景。敢不敢住3D 打印的房子？很多人心里肯定打鼓，觉得这玩意儿像挤牙膏一样，一脚是不是就踹穿了？欢迎在评论区打出你的顾虑。其实，为什么欧美的3D 打印建筑搞了这么多年，大部分还停留在实验室里当玩具，或者只能建个单层小别墅，而新加坡却敢直接拿来建高层公共住房？核心原因就在于新加坡独有的政策闭环。在新加坡，政府就是全岛最大的甲方。HDB 建屋局掌握了全岛 80% 的住房需求， BCA 建设局掌握了规则制定和审批权，而 JTC 玉郎集团提供了大量的工业测试床。这三方联手，直接打通了从规则制定、技术测试到土地供给的完整闭环，等于把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巨无霸级别的实验场。为了打消老百姓的质量疑虑，新加坡直接寄出了 SS615 标准，你去查一查就知道，这绝对是目前全球最变态、最严苛的3D 打印建筑规范。它不仅要求墙体能抗震防风，更致命的是，它必须扛得住新加坡这种赤道国家特有的高盐、高湿、高温气候的极限防腐测试。因为在热带，混凝土的固化速度和钢筋的腐蚀率与温带国家完全不同。在新加坡，政府敢让你住进去的东西，背后早已经在实验室里经过了成千上万次的压力测试和红外线致密度扫描。欧美企业需要花几年时间去说服保险公司和地方议会，而在新加坡，只要符合 SS615， 政府直接带头采购。这种自上而下的政策确定性和极高的执行效率，才是我们要看的真正门道，也是其他国家就算买得起机器，也根本抄不走的护城河。夸了这么多，但作为深度拆解，我们要保持极度的警惕。这套系统目前存在一个致命的成本悖论，初期的设备投入，也就是 CAPEX， 堪称是吞金兽。一台高精度的巨型 3D 打印龙门架，加上配套的特殊地质聚合物材料，成本极其高昂。放眼全球，只有像新加坡这样财政极其健康，且拥有几十年长远规划的强政府，才敢这么砸钱玩。如果这项技术未来不能在全岛强制普及，不能通过规模效应把初期成本摊薄，那它极有可能沦为一场极其昂贵的政绩秀。但新加坡的算盘远远不止经济账这么简单。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你觉得东南亚邻国会因为新加坡不再需要外劳而感到危机吗？建筑业向来是东南亚底层劳工最重要的输血泵，每年有数以10万计的劳工在新加坡挥洒汗水，把赚到的外汇源源不断地寄回孟加拉、印度或者周边国家。这不仅是经济利益，更是一种隐形的地缘政治纽带。当新加坡全面走向机械化、自动化，未来某一天不再需要这几十万邻国劳工时，这种劳动力脱钩会对区域局势产生什么深远影响？在疫情期间，边境一封锁，新加坡的基建几乎瘫痪，这种被人卡脖子的痛，新加坡政府刻骨铭心。所以，主动切断外劳依赖，本质上是新加坡在重塑自己的地缘缓冲带。新加坡不仅是在重塑城市的天际线，更是在悄悄切断一条隐形的地缘软肋，把国家生存和发展的绝对主动权死死攥在自己手里。这才是小国大外交在基建领域的终极体现。说到底，2026年的这个3D 打印组屋工地，其实是新加坡城市韧性，也就是 Urban Resilience 最硬核的缩影。如果你现在还在观望新加坡的未来，还在怀疑它的竞争力，不妨去看看那些即将空无一人的高科技工地吧。它代表着这个国家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即使在未来全球抢人、极端缺乏人力的情况下，新加坡依然能维持基建的疯狂扩张，依然能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生活在这座精密运转的城市里，我们要跟上的永远不是搬砖的速度，而是对这套国家系统更新迭代的认知速度。想看透更多新加坡政策底牌，记住，只有看透了政策底牌，
你才能在这个高速进化的社会里抓住时代红利。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够硬核、够通透，请务必长按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是阿明，一个长期带你硬核拆解新加坡的深度助手。我们下期见。